在后山打死了一条蛇，可没想到回家后他竟然疯了，整日里都风言风语，而且全身还弃养难耐，抓的身上整块整块的掉皮，就跟蜕下来的蛇皮一样。没过多久人就不行了，也就在爷爷去世的那天晚上，灵堂上竟出现了9条颜色各异的大蛇，缠在了爷爷的棺材上。家里人见状被吓得不轻，连忙找来村里的香婆看事，但找来的香婆却说这是九龙缠棺，是好事。可奶奶似乎不那么认为，她看见蛇之后，便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屋里，拿出了一个古怪的牌位，不停地烧香祭拜。也就是从那天起，奶奶就给孙女白瑶立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就是每晚睡觉前都要喝一碗黑乎乎的符水，那里面混杂着糊味的香灰，很是难喝。每次白瑶耍性子不喝，奶奶就吓唬她说，不喝晚上就会有鬼婆婆进屋把你抓走。而这一喝就是10几年，直到白瑶18岁的那晚，奶奶抓了一只公鸡抹了脖子，把公鸡血跟香灰水混杂在一起，让白瑶喝下去。浓郁的血腥和狐臭让她作呕，趁着奶奶不注意，白瑶就把那碗猩红的香灰水倒了。可谁知当晚她就梦到了一个人身蛇尾的男子，他的蛇尾紧紧地缠绕着白瑶，说道：“终于见到你了。”话落，那身红色的蛇信丝丝地贴在她的唇上。这诡异的一幕吓得白瑶从梦里惊醒，脑袋上全是冷汗。第二天一早，白瑶跟奶奶说昨晚上梦到了一个人身蛇尾的男人。奶奶听完后脸色大变，她叫白瑶不要轻易离开家，而后自己拄着拐杖就进了不远处的祖宗祠堂。直到晚上8点左右，奶奶才从宗祠里出来。回来后，除了让白瑶喝香灰以外，还在她手腕上绑了一条红绸带，让白瑶晚上一定不能取下。而就在那晚深夜，她看见奶奶佝偻着身子，在院子里以一种极其夸张的动作趴在地上，像是在祭拜什么。她的跟前摆放着一个奇怪的椭圆形牌位，上面还画着一条黑色的蟒蛇。奶奶点燃了香纸，嘴里像是不停地在祷告着什么，只是奶奶的声音透着一股子邪性，一会儿是她自己的声音，一会儿又是另外一个古怪的声音，就跟中邪了一样。白瑶心里十分害怕，过了好久，奶奶才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然后转身朝外走去，怀揣着满腹的疑惑，一直熬到了天亮。一大早见到奶奶，白瑶便追问昨晚的诡异举动。奶奶满是疲惫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叹了口气说：“今晚你跟我一起去江边。”白瑶歪着脑袋疑惑地道：“去江边干什么？”奶奶目光透露着惆怅，但却回答得很干脆：“去祭拜。”去祭拜谁？爷爷吗？奶奶听后没有回答，一直到了晚上，二人来到了江边，然后把竹篮里的鸡血饭和猪头肉都拿了出来，又把香一根一根的插在江边的河滩上。之后白瑶跟着奶奶跪在石堆前，把眼睛闭上，等会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眼。随即奶奶嘴里便开始念叨，声音跟昨晚白瑶听到的一模一样。随着奶奶的声音，江边开始刮起了大风，白瑶耳边传来了哗啦的水声，还有一股子撕拉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正在慢慢的靠近，变得越来越清晰，伴随着一股难言的腥臭，还有耳边愈加清晰的嘶嘶声。白瑶的心狂跳起来，几乎忍不住要睁开双眼。奶奶伸手在白瑶后背拍了一下，白瑶这才忍住。约莫过了2、3分钟，那嘶嘶的声音才彻底消失。接着白瑶的耳边传来了什么东西入水的声音。好了，可以睁眼了。奶奶如释重负的出了口大气。可白瑶睁开眼一瞧，却吓了一跳，眼前的贡品都不翼而飞了，而且跟前的河滩上拖着一条湿漉漉的水痕，江面还在动荡不安的荡漾着，冒出来很多气泡。白瑶深吸了一口凉气，疑惑地道：“奶奶。”奶奶眼神盯着江面，只是摇着头，什么都不想说。她收拾河滩上剩余的香烛纸钱，还有放猪头肉的空碗，颤巍巍地站起身，对着白瑶说道：“如果以后白瑶不能来了，你就来，但应该不需要你来的。”这话没头没尾，但是不知道为何，奶奶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白瑶的眼神复杂，并且充满了怜悯。那晚过后，奶奶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面色十分虚弱，有气无力的让白瑶打电话把姑姑喊回来。前几年姑姑带回来一个男人，那男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对姑姑是打心眼里好，人也不算差，但奶奶就是一根筋，死活不同意，连门都不给那男人进。俩人最后不欢而散。不过这次奶奶病得很突然，姑姑还是赶回来了，只是给奶奶擦身子洗脸，但很少说话。奶奶躺在床上，问姑姑是不是怨她，姑姑也不说话。奶奶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说了句奇怪的话：“昨晚我又做那个怪梦了。”奶奶好几年前梦到自己去赶集买菜，但是走到集市的时候，遇到了村里的三爷爷。当时三爷爷看到奶奶的时候一脸诧异，问白瑶奶奶怎么来这了，还说这不是她该来的地方，让她赶紧回去。周围集市上的人都围着奶奶看，像看猴把戏一样，也有好几个好心人提醒奶奶，说这不是她该来的地儿。后来还是三爷爷把奶奶送出路口，一个劲催她赶紧走。奶奶醒过来后才想起来三爷爷已经死了好些年了，但昨晚上奶奶说自己又去了那个地方。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人说她不该来了，人人都找她要钱买草鞋衣服穿。奶奶眼里带泪地说，只怕这次病是好不了了。随即奶奶又对白瑶说，有些事也是时候让你知道了，你爷爷当年打死的那条黑蛇，实际上是一条得道的蛇仙。当年你爷爷入土后，有个穿黑布褂身上缠着很多蛇的老婆子找上门来，虽然没有要了我们的命，但是说后代子孙但凡出现属蛇之人，都要献祭给蛇神，不然就必须要血亲偿命。他离开的时候，奶奶亲眼看到他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长满了蛇鳞。奶奶，这些是真的吗？白瑶心里十分不安，因为他就是丁巳年蛇年生人，五行属水，当然是真的。家里不出现属蛇的子孙后代，就平安无事；若是出现了，那就要献祭给蛇神，这个恩怨可以延续一代又一代，永不
不会消除。见白瑶脸色发白，奶奶抚摸着她的头，之前不说是怕你担心，现在你知道了也不要怕，奶奶已经替你想好对策了。白瑶抿着嘴轻轻的道：奶奶，这些年你每年都要去江边祭拜蛇神吗？奶奶抓着白瑶的手点头说：穷时烧香祷告，富时三生祭祀，每一年我都会亲自去江边祭拜蛇神，风风雨雨10几年从未间断过。每次在江边祭拜的时候，奶奶都会把祭品摆好，然后开始念经。奶奶说这个仪式叫请蛇，然后就是送蛇。如果睁开眼后面前的祭品都没有了，那就是蛇神又饶恕了奶奶的罪过，让白瑶活到现在。而且之前姑姑看上的那个男人就是属蛇的，拆散他们就是怕蛇仙来报复。随即奶奶伸出手抓着白瑶说：当年我死过一回，早就看透了，今年正好是庚子蛇年，这事就让奶奶替你去做个了结吧。无论如何，以后你都要好好活下去。奶奶躺在床上说了很多话，她神情惆怅，不知疲倦。那晚白瑶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不知为何总觉得奶奶要出事。迷迷糊糊中白瑶睡着了，可到了午夜，姑姑神情恐慌地闯进来，浑身发抖地说：瑶瑶快起来，出事了，你奶奶头僵了。白瑶如雷劈了样，瞬间睡意全无，连忙穿好衣服来到江边。姑姑一边哭一边说：你奶奶半夜就坐在大门口呆呆地看着漆黑的院外，而且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她身上盘着一条黑蛇。白瑶被吓了一跳，心里更是刺痛万分，往江滩上望去，根本就看不到半个影子。去下游看看，白瑶不愿放弃，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走到下游江边时，白瑶捡到了一只白底黑面的布鞋，拿在手里时，白瑶身子都止不住的发抖。姑姑声音抽噎着说：你奶奶投了江，就等于跟你换了命，我们家一旦出现属蛇之人，就要献祭给蛇神，不然就必须要血亲偿命。白瑶听后心里无比自责，蹲在江边忍不住的埋头痛哭起来。但是过了好一会，姑姑惊恐的吼着：瑶瑶你快看，就见密密麻麻上千条粗细不一的蛇在江面下扭动着身子，它们拖着奶奶的遗体朝河滩而来，直到奶奶的尸体到了河边，那些蛇才散去。二人见状被吓得浑身颤抖不止，缓过神来后才回村叫人把奶奶抬了回去。按照村里的规矩，人死之后要停尸3天。后半夜白瑶没守在灵堂，熬了一宿。姑姑让白瑶回房间躺会，白瑶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之际，总感觉有什么冰冷的东西缠着她，原本意识昏沉的，直到阴冷湿滑的蛇信裹挟了白瑶的唇，才猛地惊醒。这是白瑶第2次见这个男人了，人身蛇尾，气质野艳，他的蛇尾缠绕着白瑶的双腿，巨大的黑影笼罩着白瑶，说：躲我。白瑶听后浑身爬满鸡皮疙瘩，抱紧被子喊道：你是那条黑蛇？倒是不蠢。他唇畔微起，声音阴冷的仿佛要将空气冻结成冰。白瑶站立不安，但心里却感到十分悲愤。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奶奶？他祭拜了你10几年。他那冰冷彻骨的手轻抚白瑶的脸颊道：当年你爷爷在我渡劫过后最为虚弱之时杀了我，他是死有余辜，虽然肉身被毁，但我早就已修了3魂，蛇灵一直附于内丹调养生息。你奶奶虽说祭拜，却畏惧我取你性命，这10几年来一直让你喝下驱蛇符水，便是想要以香灰水来克制我。再者，你奶奶的死与我没有丝毫关系，她阳寿将尽，自知时日无多，就想以这种替命的方式保全你性命。他说得很慢，透露出一股冷冰冰的轻蔑与不屑。说到这，你应该感激我才对。沿江河底千只百骸，要不是我心慈手软送他的遗体上岸，恐怕现在早已经被臭鱼烂虾啃食殆尽了。修长阴凉的手指附在白瑶下巴上，猛地攥着她的下巴说：10几年的祭拜就想一笔勾销，未免有些痴人说梦了些。随即他勾唇伸手落在白瑶的腰上：你要做什么？男人听后没有回答，而是自顾自地说道：我叫楚渊，记住，从今往后你是我的，也只能是我的。话落，屋内的灯火全部熄灭，白瑶则是慢慢的失去了意识。待第2天早上醒来，就感觉浑身冷得不行，大腿一动就撕裂的疼，但还没来得及仔细检查，就听见姑姑在门外喊道：瑶瑶，你去烧点纸，送你奶奶一程。白瑶听后连忙穿上衣服，来到了奶奶的棺材旁。可诡异的是，她无论怎么点火，就是燃不起来。好不容易弄烧起来了，结果屋里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又把纸钱给吹散了。白瑶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也就在这时，门口的妇女突然尖叫了起来，嘴里大叫着说：活了，活了！白瑶听后惊恐的抬头看去，就见盖住奶奶面庞的纸竟然动了起来，紧接着就是身体震颤了一下。白瑶见状被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而一旁的邻居则是惊恐的大喊：诈尸了！这一嗓子吓得其他村民都远远的退开。白瑶听后再次抬眼看去，就见到宛如蚯蚓大小的黑蛇摆动着身子从奶奶的衣服里往外钻出来，原来是虚惊一场。但村民们都议论纷纷，说白瑶奶奶肯定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遭了报应了，甚至有人扬言说要把这里烧了。也就在这场面要控制不住的时候，张仙人来了。他是这周围10里8村有名的先生，深受村民的敬重，但就是性格有些古怪。他进门后只是瞥了一眼，那些村民就消停了。随即张仙人围着堂屋转了一圈，从身上摸出个罗盘，刚掏出来就痴痴的转，最后指向奶奶的遗体。张仙人摸着脑袋满脸诧异，这时也刚好走到白瑶旁边，他老不正经的凑近白瑶嗅了嗅鼻子，蹙起眉嘀咕道：好大一股蛇腥味。白瑶听后脸微微发红，往后退了一步。张仙人用异样的眼光瞥了他一眼，道：你留下，其他人都出去。灵堂的人都出去后，就见张仙人摸出一个布袋，从里面抓出糯米粉，围绕着奶奶的棺材周围撒了2圈，棺材4周都被糯米粉铺成白毯。张仙人又拿出一个3足铜绿香炉，似笑非笑的对白瑶说：你拿着香炉，等下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松手。白瑶点点头，颤巍巍接过香炉，跪在棺材前面。而张仙人则是从兜里摸出一张黄符，咬破手指画了2下，口中不知道在念叨什么。接着他嘴里喝了声，把黄符拍在奶奶的额头上。突然棺材里冒出一阵黑烟，烟雾飘出后缓慢的在空中凝聚，渐渐形成一个诡异的蛇头，朝着白瑶这边狰狞咆哮，吓得他手中香炉一颤，差点摔了。张仙人似乎也没见过这场面。
场面，有些不可思议的嘀咕：“奇了怪了，龟儿子真邪！”下一瞬，那黑烟舌头消散，棺材四周凭空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奶奶的尸体冒出一缕缕的黑烟，在铺满糯米粉和香灰的地板上蜿蜒而来，就像是无数条蛇在地上游晃，齐齐向着白瑶手中的香炉游来，一条接着一条的迅速钻入炉中。伴随着最后一条黑蛇钻入，张仙人迅速盖上香炉，只听香炉里响起叮叮当当声响，盖子不断被顶起，里头的东西挣扎着要冒出来。张仙人见状，拿出一把朱砂撒到香炉上，只听滋滋的声响，炉子开始剧烈的晃动，里面恍若有不甘的嘶鸣，但没过一会就安静了下来。打开炉盖一看，里面空空的，只剩下炉壁上一层层的蛇鳞般的纹路，而在正中间还有一张狰狞可怖的蛇脸。白瑶看得汗毛直竖，连忙丢开香炉。张仙人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低声叮嘱姑姑，尸体不能停放3天，明天一早就要入土，一切从简。棺材入土时要在坟地撒上雄黄。姑姑对张仙人的话深信不疑，连连点头。临走时，张仙人意味深长冷笑地对白瑶说：“那蛇没有死，可能一直在靠你精血增加修为，这都是你们白家欠下的债。”张仙人交代完事情，沉着脸匆匆就离开了。奶奶死的邪乎，没人来吃丧饭，都害怕沾染了晦气。入夜之后的村子一片死寂，白瑶将大门给锁好，又点了几根蜡烛，但总觉得灵堂有些阴森。姑姑的胆子挺小，虽然没说出来，但从她的略微发白的表情能看出来一二。瑶瑶，你陪我说说话，灵堂安静的太吓人了。白瑶强打起精神，点了点头说好。可话刚出口，一股阴风诡异的吹了进来，一下把棺材旁的长明灯吹灭了。紧接着一道身影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尸变了。姑姑瞪着牛铃大眼，挣扎着嘴里发出恐惧的呜呜。白瑶头皮发麻，死死捂住她的嘴巴，生怕她发出一丁点声来。奶奶突兀的从棺材里坐起来的瞬间，盖在她头上的白布滑落下去，露出了她的脸。等会找准时机出去找张仙人，我来吸引她的注意。白瑶颤声的对姑姑说道。而奶奶出来之后，像是在寻找食物一样，在堂屋里来回的晃荡。别出声，走。白瑶抓住机会，拉着姑姑赶紧往院门而去。可万万没想到，在过堂屋门口的时候，奶奶刚好晃荡在堂屋门口，姑姑扭头正好撞了个脸对脸，随即便一声大喊。白瑶想上去捂住她嘴巴，却已经晚了一步。奶奶抬起头来，仿佛是闻到了活人气味一样扑了出来，快跑！姑姑吓得浑身瘫软，白瑶则是奋力的把她往院门口推了一把。在扭头时，奶奶却已经扑了上来，用她枯瘦的手掐住了白瑶的脖子。很快，那种窒息的感觉爬遍了白瑶的全身，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也就在这危机时刻，隐约间看到有一只手拍在了奶奶的后背上，接着就是奶奶的一声惨叫，而张嘴的瞬间吐出一股浓郁墨绿的雾气，然后喷在了白瑶的脸上，顿时眼前一黑，昏倒过去。但昏倒前，她好似看到了一个魅影扭着腰肢而来，嘴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不知过了多久，白瑶的耳边传来一对男女交谈的声音，真是青涩幽香的血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了它。低沉粗犷的声音在耳边来回飘荡。啧啧，瞧瞧这精致的皮相，要是卖出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呢。这个魅惑的女音传入耳里，倒是格外的熟悉。白瑶闭着眼，听着耳边两个声音在交谈，其中一个女的她认识，正是舒二娘。这让白瑶瞬间想到了前段时间舒二娘总是上门，说是有好几户人家看上她来提亲，但没想到这舒二娘胆子居然这么大，竟然把她迷晕了捆在这里。既然醒了就别装了。舒二娘走到白瑶身边，嘴里阴笑了一声。白瑶打了一个寒战，缓缓地睁开双眼，余光先扫了一圈，发现这是一座老旧的荒庙，四周则是弥漫了尘土的味儿。原来是你在装神弄鬼。白瑶收回目光，冷眼瞪着站在面前的舒二娘，想到了跟姑姑守夜时奶奶坐起来的画面，现在看到眼前的这个贱女人，心里已然一片清明。奶奶在世的时候，舒二娘就一直游说，说什么十里八村有人来提亲，她不辞辛苦，也是为了给白瑶谋一个好去处。山村里光棍多，没人能从中撮合一对，有时候能拿好几万。这舒二娘心里打的算盘，白瑶当然知道。舒二娘的手指轻轻地在白瑶脸上划了一下，凑近地道：“以前是有心想要给你谋个好人家的，只是你跟你奶奶一样不知趣儿，惹得沈娘心都凉了。”白瑶听后心里顿时感觉不妙，质问她到底想干什么。舒二娘听后狰狞地回道：“你可真是好命啊，不仅皮相好看，纯阴命格又不怕阴物入体，简直就是天生来伺候阴仙的。”话音刚落，破庙门诡异地开了。白瑶抬头看去，就见一个双眼死灰、身体干瘦的老头走了进来。他舔了舔嘴角，一副迫不及待的神情。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像是从坟里爬出来的一样。白瑶还注意到他干瘦的五指上长着齐长的黑色指甲，面相笑得猥琐而阴冷。你是谁？眼看他过来，白瑶奋力地往后蹬了2步，而老头也不回答，只是嘴里一直发出着贱笑，还有他身上散发出的怪臭，这让白瑶脸色一变。尸臭！这老头不是活人。他颤声地问道：“你们为什么缠着我不放？”舒二娘听后咯咯地笑着说：“你这种命格和体质是可遇不可求的，天生就是伺候阴仙的命。”白瑶脑子里一团浆糊，也就是说，他出生就逃不过这种命运。而此时干瘦老头伸过手来，挑起了白瑶的下巴，随即猛然一吸，顿时一股血色的精气从白瑶的七窍中钻出，然后被老头吸入嘴里。瞬间，白瑶心神涣散，身子也变得冰冷。白瑶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没想到这干瘦老头把精气吸入嘴里后，猛地睁开眼，随即嘴里发出恐惧而痛苦的尖叫声，死气沉沉的脸上滋滋的冒出黑烟，开始慢慢腐烂。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膨胀，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只蜈蚣。他狰狞的一把将白瑶推开，对着舒二娘凄厉的嘶吼：“你这个臭婆娘是想害死我吗？”话音刚落，就听见庙宇外砰的一声，整间庙宇都跟着震颤了一下，似乎是什么东西撞了进来，震破了。舒二娘躺在地上，惊恐地叫了一声，而老头一听到震破了，立刻神色变得疯狂起来，一个闪身便出现在了白瑶的面前，掐住了她的脖子，发出咔咔的声音。那种窒息和
喉管快要被捏破的疼痛，让白瑶绝望地闭上眼睛。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黑色修长的身影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冰冷的声音：“你们是不想活了吗？”话音落下，2颗人头凭空飞起，而白瑶则是落入了一个温凉的怀抱中。昏迷之际，他看到了来人的相貌，正是那条黑蛇。不知道过了多久，白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茫然看向四周，发现自己躺在了房间里，惊疑地说：“我怎么在这？”姑姑见状，连忙递过一杯水，说道：“等我们回来之后，你就已经躺在床上了，应该是有人送你回来的。”还没来得及细想，张仙人就来了。可刚进屋就看到了里面的蛇尸，随即皱起了眉头。过了好一会儿，才阴沉着一张脸走了过来，对姑姑吩咐说：“你去村里看一看，能不能借来烟袋水？没有的话，看谁家养鹅，弄一些鹅粪来也行。”好，姑姑连连点头。随即张仙人又进了堂屋，把那些蛇尸装进一个麻袋里，做完才出来，沉声对白瑶说：“你奶奶到底是怎么死的？”听到他这话，白瑶神情就变得不自然起来，抿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张仙人见他装傻充愣，就冷笑一声：“这事你们家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我。你能活到现在，还不是靠着那条大蛇？你怎么知道？”白瑶忍不住失声道。张仙人朝他身后看了一眼：“你身上有一股蛇腥气，而且你自己回头看看地上的影子。”白瑶听后连忙往地上看去，这可把他吓得半死，因为自己的影子竟然变成了一条蛇，而且姑姑总说他身上有股蛇腥味，可自己根本就闻不到。张仙人沉着脸说：“你奶奶死的时候是什么样？你也看到了。你要是不想死了，全身长满蛇鳞，最好把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都说出来。”白瑶犹豫了好半天，还是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跟他说了一遍。看来真跟我想的一样。张仙人神情紧绷，沉声地说道：“那条蛇虽然肉身被毁，但神魂不灭，可能就是要靠你的精血来修行。它本体是蛇，现在附在你身体里，所以才让你的影子看起来不人不蛇。”白瑶听了后又紧张又害怕，忙问说：“那怎么办？”蛇为柳，而柳仙又是5大家仙之一，现在有2种解法：一是施法把它从你的体内逼出来，想办法把它斩杀，待它神魂俱灭，自然恩怨就结了。张仙人还没等白瑶开口说话，接着补充道：“当然，如果对方真的是有几百年上千年的道行，我也对付不了，这方法有些不妥。”他就问：“第2个方法是什么？”张仙人沉吟了片刻，认真地盯着白瑶说：“你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我觉得他是想要我死。”张仙人听后似笑非笑地回道：“你知道白剑山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吗？”白剑山是他爷爷，关于他的死，从小到大奶奶从来都闭口不提，好像是忌讳一样。他摇了摇头说：“只知道爷爷在盘龙山打死了一条大蛇，然后就疯掉了。他去世的时候，听说当时来了很多蛇缠在他的棺材上。”张仙人听到这，像是有什么话想说，但还没说出口，门就被推开了。姑姑提着一个散发粪臭的麻袋进了屋，她累得满头大汗，说道：“烟袋水没找到，不过我在李老棍家里找来了不少鹅粪。”张仙人见状点了点头，随即吩咐着白瑶和姑姑在房子四周全部撒上一圈。做好以后，张仙人又给白瑶口袋里塞了个雄黄包，他很有可能会来找你，今晚你别睡，准备12个碗，碗里装满清水，每碗水里滴上你的一滴血，将碗摆满整个屋子，这样你的血气就会在整个房间弥漫，他应该是找不到你的。张仙人对姑姑说：“你不要进他屋子，免得你的气息冲散了他的血气。”说罢，又偏过头看灵堂里的棺材，叮嘱说：“另外，这件事不要在村里大肆宣扬，免得让其他人知道，惹得村民人心惶惶。等天亮以后不要耽搁，立即下葬。”姑姑连忙点头说好。张仙人离开前，让他们今晚无论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都不要出去。白瑶跟姑姑一刻都不敢耽搁，按照张仙人的吩咐，找来了12个碗，装满水后放在房间里不同的方位。姑姑脸色担忧，轻轻地喊了句：“瑶瑶。”白瑶勉强露出苦涩的笑：“今晚给奶奶守灵就只能靠你了。”姑姑叹了一声，只得替她关好房门，退出房间。白瑶见状扎破手，放好血，然后回到了床上。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很快到了凌晨2、3点。也就在白瑶眼神恍惚要睡着的时候，房间突然开始变得阴冷，她心神不由自主开始恐惧起来。抬头看到有丝丝缕缕的黑气顺着门缝透过橱窗的破洞飘荡流淌了进来，慢慢的凝聚变为一条巨大蛇影，接着蜿蜒在水碗里游走，缓缓的朝白瑶而来。还没来得及跑，就被一条巨尾给缠住。随即一道声音传来：“1天不见，你胆子变大了，敢反抗了。”白瑶听后身子一颤，不敢说话。“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话音落下，蓝色的火焰一下将奶奶从宗祠拿出来的红绸带焚烧殆尽，在她手腕留下了一条黑色的痕迹。下次不要带这种东西。她俯身凑近，用命令的口吻，黑雾慢慢的收拢凝实，成为一道穿着黑衫的修长身影，面如冠玉的轮廓近在咫尺的盯着白瑶。我想跟你谈谈。谈。她声音清冷，透露出一丝玩味道。你想谈什么？白瑶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对他说道：“你要怎么样才能放我？”他轻笑一声，但是一言不发。“你放过我行吗？”白瑶委屈的都快哭了。“可是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他低沉的声音笑着说，冰凉之感让白瑶跟着浑身一紧。“我爷爷被你害死了，我奶奶现在也已经不在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放？”白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喊了这么一句，他听后却轻笑了一声：“从你出生的那一刻便已经注定了，你是庚子蛇年生人，是我永远的祭品，这也是你的宿命。”低沉的声音响彻在耳畔，让白瑶浑身颤抖，咽了咽口水。他刚刚还加了一个前缀：永远。从此以后你在哪我就在哪。他说完这句话，白瑶便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感觉浑身发凉，腿有些黏腻腻的，想了想心里生出一阵恶寒，赶紧去洗了个澡。可无论怎么洗，那股蛇腥味都洗不掉。瑶瑶你怎么了？一出门，姑姑似乎看到她的状态不好。白瑶听后连忙说没事，
今天是奶奶出殡的日子，天刚蒙蒙亮时，冷清的来了几个抬棺人，都没有说话，抬起棺材就出了村。可到了村口的时候，白瑶竟听见傻子在唱一首诡异的童谣：金铃响，红为帐，村女要嫁蛇仙郎，抬花轿，梳红妆，蛇妻新娘早拜堂，三生气，烙心肠，欢欢喜喜入洞房。他一边唱一边盯着白瑶，咧嘴还露出痴呆呆的傻笑，不知怎么让白瑶骨子里渗出一股恶寒，只能低着头快步朝坟地而去。按张先人吩咐的话，在坟坑撒了一些雄黄粉，遗体入殓落葬的过程里没出现什么风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丧事一完，抬棺材的都匆匆的离开了，白瑶则是跟姑姑给坟填土，烧纸钱上香后便回了家。但在回村的路上遇到了村里的王麻子，一看到白瑶便满嘴黄牙，露出猥琐的笑。白瑶，我听你奶奶去世后从棺材里爬出来很多蛇，我可跟你说，这蛇的报复心强，你千万要小心了，别被蛇给缠上，不然你这么水灵的身段，便宜了蛇妖，可得不偿失了。姑姑一听到蛇，脸色就变得不好，嘴里啐了一口没好气的说，你捕了那么多蛇，吃了那么多蛇，就算有蛇妖要缠人，那肯定也是第一个缠你，我可是一片好心。白瑶长得如花似玉，可得防着点，别给那些大公蛇抓走就可惜了，没必要跟这种地痞无赖浪费口舌。姑姑嘴里骂了两句难听的话，抓住白瑶的胳膊就往家走，回头看了一眼，王麻子还站在村外小道上，神情丑怪，露出一脸的淫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花。恍惚间，白瑶看到他嘴里吐出一条猩红的蛇信子，莫名的打了个寒战。回到家后，虽然灵堂的蛇尸已经清理了，但还是弥散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蛇腥味。白瑶便跟姑姑开始打扫房间，收拾奶奶的遗物。只是在院子拆灵棚的时候，就看到院门外三三两两的村民神色紧张，步伐急促的往村东头赶。白瑶赶紧出去抓住他的胳膊问道：庆和嫂，发生什么事了？女人听后小声回道：舒二娘死了。听到此话，白瑶瞬间懵了，难道是昨晚被那只蜈蚣精给折磨死了？怀揣着诸多疑问，跟着村民一起来到了舒二娘出事的地方。那儿已经围了一群人，但是都远远的看着不敢上前。二叔公和几个村干部则是站在人群前面，旁边的村民议论说，这前2天白家刚出邪乎事，现在舒二娘又死了，你说村里是不是进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别瞎说，舒二娘就是一个不守妇道的人，指不定是被人折磨死了。你看她身上的衣服，舒二娘衣衫不整，裸露的皮肤上青紫的痕迹也清晰可见，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是怎么回事。可是她被倒插在地里，这种死法除了诡异，更十分惨烈。恍惚间，白瑶又想到了昨晚在破庙里发生的事，想不起来那个男人出现后还发生过什么，还有这里只有舒二娘，那蜈蚣精又去了什么地方？这事儿闹得村里人心惶惶。现在舒二娘尸体被抬回去，没了热闹看，各自便匆匆回家。此时已是凌晨，正当白瑶准备睡觉时，那条黑蛇又出现了。不等白瑶开口询问，他便率先说道：那条蜈蚣跑了，而那个老头则是一具死尸，被蜈蚣精附身。还有最近不要乱跑，你们的村上可能要出大事，因为后山上还有一条道行极高的蛇仙。话落，他从怀里拿出一个蛇形手镯，帮白瑶戴在了手上，并说带着他一般的邪物不敢近身，还有让那个老道帮忙查探那条蜈蚣的下落，你别去，危险。说完，他整个人就化为一滩黑雾，转眼就消失不见了。白瑶长长的松了口气，打量了一下镯子后便睡下了。接下来的好几天都风平浪静，但白瑶心里一直警惕着，害怕那蜈蚣精会随时出现。这几天连楚渊也没出现过，但直到这天傍晚，村长在街上敲锣打鼓喊着，调戏白瑶的那个王麻子丢了，叫大伙出来帮忙找找。在村长的带领下，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打着手电，来到了王麻子最后出现的蛇盘沟，开始漫山遍野的找人，也有不少跟着看热闹。而这其中就有白瑶和他的姑姑，二人跟在了人群后边，耳边时不时传来锣鼓声，前面还有村民轮番喊王麻子的名字，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也就在这时，有几个年轻力壮在前面探路的村民举着火把回来了，说是在前面发现了一个窟窿，里面好像躺着什么东西。村长一听，赶紧就带着人赶了过去。当众人来到时，果然看见了被蛇群裹得严严实实的王麻子。此时他只露出一个头，整个下半身都被蛇身环绕，一人一蛇仿佛融为了一体。这时候村长举着灯上来，仔细的看了一会儿，发现王麻子嘴里有轻微的白气。村长见状连忙喊：还有气呢，赶紧救人！可就在这时，白瑶的耳朵边响起来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一群不要命的蠢人！白瑶听后懵逼的看向四周，楚渊，你来这里做什么？他的声音不冷不热地道。白瑶顿了顿，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楚渊见状，语气有点急促道：那些蛇要出来了，赶紧走！白瑶听后下意识的转头，看到蛇窟里那些蛇不安的纷纷开始游晃，心里就有种强烈的不安，随即拽着姑姑的胳膊，沉声道：走，快走！这时昏迷的王麻子突然惨叫一声，身体瞬间被压扁，然后洞窟那些蛇纷纷朝着村民这边齐涌而来，围着的村民都纷纷大叫，一时之间乱作一团。而另一边的白瑶和姑姑还没跑2步，突然脚滑摔在了地上，瞬间就有好几条湿滑的蛇猛地窜了出来，缠在了白瑶的手腕上。还没来得及大叫，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冷哼，白瑶手腕上的蛇镯赤红的光闪了一下，缠绕的几条蛇跟触电一样，一下就从身上缩回了树林。先回村，脑海里又传出楚渊着急的声音。白瑶听后赶紧爬起来，顺着回村的小路就狂跑。刚刚大乱，他和姑姑已经走散了。快点，那些蛇追上来了！楚渊的声音催促道。追上来的那些蛇速度实在太快，就跟箭矢一样，有好几条又窜了出来。白瑶想跑已经来不及，可这时候戴在手腕上的蛇镯宛如活过来了一样，尾手相连的漆黑灵蛇扭动，原本琥珀色的蛇瞳淡淡的充斥了血色。嘶，黑蛇缠绕在手腕，对那些窜出来的几条毒蛇发出警告的蛇嘶声。那些追上来的蛇似很害怕，纷纷不敢靠近。楚渊的声音透露出几分虚弱的在白瑶耳畔响起：与那蜈蚣精缠斗消耗了我不
不少的元气，加上本身我如今的元神还太虚弱，你直接去找那老道士。好，顾不得多想，他进了村子，直接朝着张仙人家而去。张仙人住在村旁的半山腰，他家大门4敞大开的，远远的白瑶就看到张仙人四仰八叉的躺在院子藤椅上啃鸡腿。张道长，他连忙喊了一声。张仙人听到声音，从椅子上坐起来，往白瑶身后一瞥，脸色大变，吓得手里的鸡腿都掉了。我嘞乖乖，你弄熊嘞！张仙人打了一个激灵，一下从藤椅上跳起来，2只小腿就跟装了马达似的，转身一溜烟就往屋里跑。白瑶刚要迈进院门，张仙人抓住一个黑布袋又出来了，对他沉声道：“不要动。”随即抓了2把贡女，一边往白瑶身上打，一边嘴里没谱的骂：“你大爷的，你捅蛇窝了？咋这老多蛇跟着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张仙人几把米劈头盖脸打在自己身上，他忽然就觉得身子暖和了很多，没有刚才那种手脚冰凉的感觉了。缓过神，连忙跟张仙人说：“王麻子死了，一股子蛇腥味，还敢去凑热闹？我看你也是好日子快到头了。”张仙人撇了撇嘴说：“先进来再说。”说完，他又在院门口不知道撒了一些什么东西。做完这一切，进屋后才对白瑶说：“你先在这待着吧，目前这里是安全的。”听到他说这话后，白瑶微微松了口气，倒是张仙人依旧透露出几分凝重的神色，盯着他说：“村里的事暂且不说，你现在说说你自己的事。”白瑶一脸诧异：“我自己的什么事？你身上的精气不纯，蛇腥气很重，前天晚上那蛇是不是出现过？”张仙人面相给人一种为老不尊，说话有时候也没谱，但竟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么多东西。思前想后一番，白瑶干脆将来龙去脉都说了出来。听了以后，张仙人沉吟了好一会儿，目光有些奇怪的看他一眼，说道：“我用你气血的法阵，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看来他的道行果真不浅。”张仙人继续说道：“那条黑蛇还是保护你的，你说他还告诉了你他的名字，说明他有诚意，不会害你的。如果你遇到危险，可以让他救你。”白瑶听了这番话，就觉得有些奇怪，想不明白为什么楚渊会帮自己。张仙人像是看穿了他在想什么，似笑非笑的说道：“也算是你命好，当初你吞了那条蛇的内丹，现在10几年的时间，那内丹已经跟你融为一体，如今那条蛇的命格跟你相连，你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奶奶还真是下了一步好棋。”听到这，白瑶隐隐明白为何从小到大奶奶都让自己每天喝下去蛇符水了，尤其是联想到楚渊说的话，奶奶的本意就是借助去蛇符水对楚渊的克制，一直将他的魂禁锢在内丹里。奶奶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争取足够多的时间，让内丹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在白瑶思索之际，院子里突然响起诡异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刚推开门抬头一看，院子里到处爬满了蛇，地上、树上、房顶上全部都是蛇，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它们全都抬着蛇头，丝丝朝着白瑶吐蛇信子。张仙人一听有蛇，顿时脸色大变，连忙推着白瑶进了里面房间：“你老实在房间待着，我没喊你千万不要出来。”话落，抓起供桌上的桃木剑，转身冲了出去。窗外响起啪嗒啪嗒的敲打声，白瑶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但是没过多久，一团黑雾在房间弥漫。楚渊有些虚脱的走了出来：“你怎么了？”白瑶诧异道。楚渊没有告诉他原因，换了个话题说道：“那老道士应该对付不了那些蛇，你得去找你们家留下来的东西。”白瑶一愣：“什么东西？”楚渊有些虚弱道：“一个红木匣子，你爷爷留下来的东西。”白瑶听后有些懵，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什么红木匣子。刚要说话，楚渊脸色一变，像是感应到什么，蓦然回头看了一眼，追上来了。随即楚渊身影一晃，化为了一条虚幻漆黑的大蛇，身躯一卷，将白瑶护住在蛇身中间。“不要说话！”楚渊的话刚入耳朵，橱窗外立即悠悠地传出阴冷嘶哑的声音：“白瑶，白瑶！”听到熟悉的呼唤，他本能地抬头看去，看到了窗户外的一个人影。再仔细一看，竟然是死去的王麻子。他站在窗户边上，僵硬的脸上挂着让人汗毛耸立的笑，像是在寻找猎物一般看着房间里，但不知道是不是看不到白瑶的存在。扯着怪笑，转身地朝着另外的房间走了过去。王麻子的身影消失，楚渊的蛇身似乎无法维持，一下就消散了，化为一道蛇镯出现在白瑶的手腕上。耳畔传来他一样虚弱的声音：“记住我说的话。”白瑶惊魂未定，小声地问楚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却并没有得到一丁点回应。好不容易熬到凌晨，院子里的声音也消失了下去。白瑶鼓足勇气走到窗户旁，朝着外面看去，就看到院子里满地都是蛇的尸体，满地血淋淋的。张仙人正跪坐在院子里，也没动静，冲着他喊了2声，也没有回话。白瑶见状，顾不上害怕，连忙推门跑到了张仙人的身后，拍了拍他：“张仙人，你没事吧？”这一拍，张仙人整个人就倒在地上。与此同时，院子里那些蛇也纷纷活了过来，所有的蛇吐着蛇信子朝着白瑶爬过来，而且还口吐人言的叫着白瑶的名字。眼看着这些蛇就要扑上来了，危机时刻，一道刺眼的乌光一闪，耳边传来一道楚渊的声音：“好了，没事了。”白瑶回过神来，这时候发现满院子的蛇尸还安安稳稳躺在地上，而张仙人也倒在地上毫无动静。白瑶赶紧又上前把躺在地上的张仙人翻过身来，手放在鼻上一探，他还没死。白瑶顿时露出喜色，马上就要死了。楚渊声音异常冷静地说。白瑶一愣，但随后就知道楚渊为什么要这样说了，因为张仙人裸露的肤色变得极为不正常，有点发青发紫，而且脸色乌黑，隐隐有些浮肿。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左半边脸有若隐若现的纹路，像是蛇鳞一样。怎么办？白瑶心急如焚，张仙人毕竟是因为自己变成这样，要是他就这样死了，白瑶心里自然过意不去。楚渊冷静道：“把他扶进屋，你赶紧去找我跟你说的东西。”按照他的话说，现在想要救张仙人，就必须要找到那个红色的匣子。白瑶不敢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把张仙人扶进房间，躺在床上后，趁着夜色，白瑶就急匆匆地往奶奶家而去。